我们今天来研究我们的爆满金星小叶紫檀呢，还专门带了这个印章啊，等一下看要怎么做才最合你啊。我们先这样直接削几片0.8的，先看情况吧，削了以后再说，好吧？切了我们再看，好吧？对，一步一步。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凸起的部分给它消除掉，然后再来看里面横截边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。看一下什么情况啊？这个黑线有点多啊，这个做0.8的还是可以的。现在还是只能继续看0.8的啊，因为如果这个做20的话，它的黑线是无法避免的，黑线太多的话就影响那个品相了。哇，这个爆还是好爆的呀！这个料子跟我们预期的一样啊，想要做爆满金星20年的珠子，浪费是比较严重的，但是为了完美，也没有办法。起码开了1/3的0.8跟1.0啊，现在终于可以开20的珠子了。刚开始的黑线现在已经没有了，所以现在这些都是可以做出完美品相的珠子。这片也是刚2.0吗？对。这是今天切的最后一片了。这一节我们已经全部给它开出来了，开了有2.0，有1.5，还有0.8啊。这个我们为了做出更好的珠子啊，我们现在得给它放几天氧化一下之后，才能知道我们怎么取珠子。因为现在的话，我从肉眼里面去看的话，我是看不出来金星哪里给它断层了，不怎么好看。所以我得回去让它氧化一段时间，然后我们再来慢慢研究怎么做。直接放进去烤就行了，直接放进去。放进去可以。挑了2片比较有代表性的，给它放在油里烤一下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速它的氧化，让金星更加的清楚，从而下出更加完美的珠子。看一下，这就是泡了2天的效果啊！金星已经特别明显了，非常棒。哎呦，这个油都好烫。现在我们就是要选择金星最密的位置，给它圈出来。剩下这些没泡油的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参考那个泡油的金星分布情况就可以了，几乎都是差不多的。这每画一个圈，我们都要仔细琢磨一下，位置实在是太重要了。如果星不满的话，价值就没那么高了。这一片就下了20多颗20的珠子，这中间这个没画的都是普通的，让师傅自由发挥就好了。现在我们就把它拿过去给师傅给它压出来吧。这个金星真的是每颗都非常满，太厉害了。水车完成以后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拿过去打磨了。今天我们过来磨珠子啊，这家磨小叶紫檀的可能是这个整个地区磨的最好的，因为他们家有特别好的技术，要不是我关系好，都不让别人进来看呢。这都是商业机密。这些师傅手脚都特别麻利，
特别娴熟，你看磨珠子的速度就特别快。这是最后一次打磨了，我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它的晶芯了，真的非常满。这个就是刚磨出来的样子，晶芯已经非常爆了，要是再氧化几天的话，那就非常夸张了。了不起，这个珠子真的太棒了。这个分档啊，我们终于给它分好了。然后我现在就是准备把这个1、2、3档啊各拿一条拿去泡油，泡油之后才能让大家更清楚的看到这个晶芯到底什么样子，免得大家这样看是看不出效果的。这一次我们的超级包芯终于做好了啊，这是选的2个最好的档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一个是超级1档，一个是1档。这一次的话，我们跟之前有些不同啊，这一次我们的超级1档全部是像这个颜色。为什么？这个颜色是我们上了一层油之后烤了2天之后的一个效果。这次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上油呢？是因为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，就是因为超级1档和1档这个晶芯啊非常的相似，所以说我们只有通过烤油之后，把一些差一点的珠子给它挑到这个1档里面去，我们才能把更好的超级1档的品质给保证出来。这2个有一点点颜色区别啊，因为这个烤了2天，这个是烤了几个小时的。看它这个晶芯的啊，就是360度分布的非常的均匀，看到没有？颗颗都很均匀的。然后我们的1档的话，它也是均匀的，但是它的密度啊，它没有这个密，它没有那种超级1档的那么密，它的密度。它的晶芯分布的话，没有这个分布均匀。如果说我用肉眼去调的话，是非常难分辨的。这一次只有通过上油之后，我们才能更好的给大家保证质量。虽然这个上油了啊，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这个的包浆问题，因为这一串的话，就是我们上过油之后，重新给大家打磨了一遍之后的效果，就是把有油的那一层已经全部给磨去了，呈现出这个效果，也是一样可以包浆的。这个是我们的1档没有打油的效果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也是非常爆的，360度的。它这个其实跟超级1档比起来啊，它真的就只差了一点点，它的分布也是非常多的，只是说没有那个超级1档的更加均匀，所以说就差了一点点而已。像这2种的数量都非常少，总共最好的啊，一共是26条。就是我们的2档啊，大家看一下，2档的话就是打油了之后断层比较严重，看这些都是断层了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的3档啊，这个3档其实星星也是蛮多的，但是它的断层就更加严重了。所以经过这次以后啊，我们觉得断层的材料真的非常难做，本来以为还可以赚一点钱的，结果发现能做最好的这个20的珠子只能做20几条，也就本都还不够回来。当然剩下的这些珠子的话啊，最多的其实是塑形料了。我们还有一些08的珠子啊，还没有做出来。反正就是亏也不会亏，赚的话也不会赚啥。反正就是多总结经验吧。以后看到这种断层的料子，我肯定不会去碰了，太费时费力了。天哪！好了。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